老公说现在是百年一遇的牛市，要卖房炒股。老婆，我向亲戚借了200万，又借了100万高利贷，我妈把养老金也取出来给我了，我们再把房子卖了，有这些本金，股价涨了我们就发财了。我本来不同意，可老公言之凿凿说会赚钱，还说不同意就离婚，我只能妥协。可股价却一转直下，所有家产全部蒸发。老公为了还债，甚至不惜杀妻骗保，吃了我家绝户。再次睁眼，回到了老公说要卖房炒股那天，我冷笑道，可以啊，我们先去办个离婚手续，再把财产分割协议签了，家产你一半我一半。老公听到我要离婚时，不可置信的抛笑，为什么？不过就是卖个房，等我们赚钱了再买回来，等股票上涨，我们还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面无表情的坐下，你说股票会涨，它就真的会涨了，我可赌不起，我话就放这了，你想卖房炒股，那就离婚。刘贤见我态度坚定，开始软磨硬泡，老婆，我的好老婆，你相信我，真的，我有路子，百年难得一遇的牛市啊，发财的大好机会。我们楼下的小李，他把事业编都辞了，也贷款开户了呢，还有我同事的妈妈，把200万养老金都取出来了，就为了狠赚一笔。还有你看这个博主，他卖房卖车为炒股，现在都赚了300万了，总不能别人赚钱，我们就这么干看着吧。他蹲在我面前握住我的手，老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敢做决策的人才有机会发财，你听我的，我们卖房炒股好吗？我现在已经借到了300万，等卖房的本金一到手，我们就全部投进去，狠狠赚他一笔。我冷笑一声，前世他把所有家当全部存了进去，没过几天股票就跌得惨不忍睹，那段时间跳楼自杀的比比皆是，而他也狼心狗肺到杀妻骗保，害我惨死。我抽出他紧握的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想炒股先离婚。刘贤见我油盐不进，怒气直升，他猛地站起来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畏畏缩缩的，活该你发不了财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说了算，我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，明天就有人看房。我一惊，没想到他竟然没有争斗，同意就卖房，直接先斩后奏，这个婚非离不可。我也站起来高声说，房子当年我家出的首付，想卖没门，除非你明天就跟我去民政局离婚，再把财产分割协议签了。他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，婚我不离，房子我也要卖，你能怎样？我也状思随意的说，我也不能怎么样，只不过就是把你出轨实习生的照片和视频做成 PPT 发到网上，再艾特你公司，再请10个人敲锣打鼓的去你老家闹的人尽皆知罢了。上一世我后来才知道，刘贤早就出轨了他的实习生，卖房时候说什么会一辈子，对我都是屁话。他申请一讲，脸色一阵青红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管我怎么知道的？据我所知，你的情人家境条件不错吧，还逼着你离婚上位，你和我离婚，我分你一半家产，你再和他结婚，向他家里接一笔大的，现在房价跌了，这本金怎么这也比卖房多吧？我刚好嫌弃你脏，离婚对2个人都好，你觉得呢？其实按照婚姻法，刘贤是过错方，我完全可以让他净身出户，但我也知道这人的德行，让他吃太多亏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得纠缠上好一仗。而我现在只想赶紧和他劈清关系，他这件事情败露，我的提议又很有诱惑力，一咬牙答应了。行，是你没有这个福气，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第二天，我和刘贤顺利办完了离婚手续，他也签下了财产分割协议，我拿着协议心中暗喜。他懒得小情人趾高气扬的说，离一下是你自己说要离婚的，等我发财了，可别怪我说没带你。不过我也得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乔乔爸妈借给了我500万，比我们房子之前多了，等离婚冷静期一到，我就会和乔乔结婚。年轻却智商不高的女孩，娇羞的靠在刘贤怀里，一脸胜利的表情。我小心翼翼的把协议收到包里，回了一个得体的微笑，你们绝配，祝幸福。我已经喊了搬家的工人，中午前我会把家里属于我的物品搬走，不打扰你卖房。正准备离开时，我又回头补了一句，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喝喜酒就不用喊我了。随后不理会他们的轻蔑眼神，禁止离开，哪怕有伤一时的记忆，我也不准备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进这陌生的领域。一是我对股市完全不了解，二是世间万事变化万千，我不能100%保证后续发展会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刘贤房子卖得很顺利，房款也打一半在我卡上，我租了一套离公司比较近的公寓，先过渡着，再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房源。炒股风波愈演愈烈，闲暇时间，公司人人都在讨论股票走势，自媒体上大把博主涌出来，教新手怎么开户，怎么买股。普通人在手机上看了10几个短视频，就觉得自己入了行，拿着所有存款运于世。不懂炒股的人看见身边人都在买股，纷纷抛售家产准备跟风，生怕赶不上这波赚钱的机会。他们眼里完全看不到风险2字，他们都不明白，任何赚钱的机会一旦人尽皆知，后入场的人终究会成为这场局的陪葬品。这天晚上我刷手机时，看见一个宝妈求助，她说她把彩礼赔家和存款全部取了出来，求问往右买只股票比较好。评论区纷纷给她出主意，这个说买白酒，那个说买新能源。我不忍心，给这位宝妈去了私信，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是否自己能承受的，赚了好说，如赔了呢？父母的心血，家庭的积蓄就这么一扫而空，以后孩子该怎么办？自己该怎么办？还有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？过了10分钟，这有宝妈回了我，她觉得我说的对，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先投小额看看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正准备睡觉时，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喂，夏夏呀，没睡吧？我想跟你商量的是，最近是不是都流行买股票啊？我那个跳广场舞的姐妹说，她儿子买了500万的股票，现在都赚了100万了。妈这里还有些钱，我们要不要也买一些？我今晚从床上弹得起来，
严肃说道，妈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炒股是有很大风险的，现在去买都是在割韭菜，会血本无归的。你的养老金绝对不能动，知道了吗？绝对不能动，有人向你借钱也不要去借。妈妈被我说的一愣，我继续强调，那些手机上说炒股赚钱的视频也别去信，真有赚钱的方法，别人怎么会分享出来呢？人都是自私的，就是想坑更多人的进场，他们收割，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不是专业的人就不要去碰这个东西，我们赌不起。我严肃的一遍遍重复，妈妈终于听了进去。哦，我不买，也是，风险太大了，有点老本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确认了一遍又一遍后，才挂掉了电话。我躺在床上叹了口气，这一场全民狂欢后，会是不知道多少人的人间地狱。我不是神仙，没有办法劝解所有人，只能保全自己，不再重蹈覆辙。一切走势都像上一世发生的一样，股票好几次涨停，周围人疯狂地把筹码越加越多。国庆休市，不少人甚至无薪假期，他们迫不及待等着国庆结束，再疯涨一把。休假期，我准备去超市买点礼品带回家，却不料遇见了刘贤和他的情人。哟，这不是我前妻吗？离开我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后悔啊？我发了白眼不想理会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当时你不是不让我去炒股吗？你猜猜我现在赚了多少？100万。刘贤激动的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。100万啊，你那点工资可是要赚个10年啊，后悔吗？后悔的鸡毛。我故意堆笑，恭喜啊，你真是赚大钱的料，是我没命享这个福分。你买个哪只股票啊？告诉我呗，我也去买个。见我这么说，刘贤更是小人得志，现在又来问了，晚了，我就不告诉你，你天生就是穷苦的命。我又借了300万准备加仓，以后我开大居住别墅，你就只能去街上捡垃圾，可别怪我不念旧情，是你自己不知好歹。他嘲讽完我，牵着小情人得意的走了，我心中冷笑，刘贤啊刘贤，你也就现在开心了，如果你现在收手，说不定还真能赚一把，但是你贪得无厌，注定赔的裤衩都不剩。我买完给爸妈的礼物，顺利的回了老家，一进家门，爸妈连忙接过我手里的大包小包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小贤呢？我画好鞋子，随意到我跟他办离婚手续了，他要卖房炒股，还包养小三，受不了就离了。爸妈一愣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爸妈说啊？你还好吧？我舒舒服服的往沙发上一躺，把脚架在茶几上，我很好啊，我巴不得和他离婚呢。以后他如果来找你们借钱，一个字都别借，借给他就是打水漂。我插的包零食。哦对了，我们公司要外派一些人去北方3个月进修，我报名了，等国签后就走，跟你们说一声。这次外派是难得的机会，主要是可以躲避刘贤，等股市崩盘后，刘贤必定会死乞白赖的找上门借钱，说不定还会像上一世那样做出惨无人道的事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后面如果刘贤来找你们的话，你们不要开门，也不要见他，这个人被逼急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妈妈有些疑惑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会被逼急呢？我冷哼一声，他里里外外借了600万去炒股，里面还好几百万高利贷呢，等股价一跌，他迟早会被逼到发疯。老天爷，没想到刘贤是这样一个混账赌徒啊！得到爸妈肯定的答复后，我才放心的度过了这假期。国庆结束后的第一天，我就收拾好了行李去了北方。这一天的股市也是全面红线，是不少人的彻夜狂欢。刘贤还在朋友圈炫耀了一下他100多万的盈利，已经开上了香槟。我摇摇头，踏上了去往北方的飞机。之后的几天，股价开始小幅下跌，一些还没进场的人开始观望。这时候网上有了不一样的声音，妄想暴富是不切实际的，赶紧收手吧，不要再当韭菜了。刚入场就亏了30%，原以为能赚的孩子补习的钱呢，不完了，这韭菜谁爱当谁当吧。也有一些专治炒股的大 V 发表看法，之前喊超低无动于衷，眼巴巴看着别人赚钱，现在跌下来了又不敢上了，这样干脆别玩了，不敢超低只敢追高的永远都是可怜人，没有勇气的人永远赚不了大钱，现在梭哈还能赚一波。比如说我没带你们赚钱，刘贤此时也发了朋友圈，相信市场，相信眼光，全部梭哈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哪怕是重活一世，我也为人性的贪婪感到震惊。他们不考虑背的房贷车贷，不关心以后孩子有没有钱上学，只害怕自己没有赚到这一波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股市涨涨停停，大家都在继续入场。可从这天开始，股价骤然跌停，不少人赚的钱在这一天全部赔光。有人唉声叹气离场，也有人咬紧牙关坚持。刘贤就是属于后者。他们坚信会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，能享受这跌宕人心的报复。可事与愿违，连续几天股市都是一片绿色，更有不少股市连续跌停。这下想退场已经来不及了，之前的辉煌仿佛是一场泡影，留给这些人的是满目疮痍的现实。地狱到来了，没了养老金的老人坐在地上一声声痛哭，没了房子还背负巨额贷款的人走上了天台，连手术钱都拿去炒股的病人在互联网上央求捐款。这是我收到之前劝诫过的宝爸私信，他由衷的谢谢我，阻止了热血上头的他。我真心的发了句不用谢。妈妈也打电话过来，夏，还好我们听了你的没有炒股，我那个广场舞老姐妹把老本的亏光了，在家里一矿二闹三上吊呢，哎呦，我看着都心惊胆战的。老婆，你在哪？你怎么不在公司了？我求求你，看望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吧。他们说不还钱就要打断我的腿，你把之前的存款和卖房钱借给我，我以后发达了一定会还你的。刘贤果然重蹈了上一世的覆辙，现在应该在被高利贷的人追债。老婆，以前是我的错，是我太冲动了，你帮我这一次，我们不离婚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赚钱，再也不做白日梦了。
真的，你先借钱给我，再向你爸妈那借点，等我度过了这次难关，我一定上门认错，以后赚的钱全部都给你。我现在被高利贷追债，乔乔父母也逼着我还钱，说不还就告到我公司去，我现在已经欠了这么多钱了，工作真的不能没有啊，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。刘贤一去接一去的发，字里行间全是恐慌与急躁，我没有理会，拉黑他之后又给爸妈发了信息，强调了下注意自己安全，绝对不能见刘贤后才关机睡觉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去了我公司问到了我现在进修的地址，在我下班时堵到了我，他神经激动，冲上来抓住我的肩膀，夏夏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来这里怎么没有告诉我？拍着癫狂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上一世他杀我时的恐怖模样，后背都沁住了一层冷汗。放开，你放开我！我开始剧烈挣扎，但是男女力量的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，他的手掌像铁一样紧紧禁锢着我。夏夏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真的很困难，我们还没离婚，你的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听话，先给我，我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我用尽全身力气咬上他的手臂，血腥味瞬间充满了口腔。刘贤吃痛松手，过你妈刘贤，我们可是签了离婚协议的，你可别想赖账，钱你就别想了，我一分都不会借，你不是很能耐吗？再找你小情人借呀，我这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刘贤眼眶通红，冲上来勒住我，压逼声音，我他妈好声好气跟你说话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赶紧把钱给我，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他勒得太用力了，我完全呼吸不上来，脸色脏得通红。此时我们身边已经围了不少人，几位大楼保安冲了过来，将他反手制住，干什么干什么，大白天的还想当街行凶。刘显被压在地上挣扎不开，只得陪笑的，误会误会，我没有，她是我老婆，我们只不过有一点小矛盾，这是家事家事。保安转头看我，我摸着脖子，缓完疯狂的咳嗽，冷冷说，我不是他老婆，我要报警，告他故意伤害。到了警局，刘贤就损了，做完笔录后，他再三保证不会再犯后才离开，而我在警察的护送下也回到了家。我转头一想，刘贤一直在这纠缠，我也不是个傻，我见识过他的风景，我没有办法保证24小时的安全。思至此，我打开手机，找到沈乔的抖音，发一条私信，刘贤现在在 B 市，明天5点半他会出现在联导大楼的楼下，我赌刘贤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我手里的钱，明天肯定还会再来纠缠，也在赌沈乔那边也在不停的找刘贤，他欠钱不还逃之夭夭，毕竟5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在公司楼下，刘贤被几个人强硬的带走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安心的回了家。这是刘贤没有办法杀欺骗保持绝户，怕是终生都要背上这个债务了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我干脆辞了职，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找了工作，又用剩下的存款在附近买了套房，把父母也接了过来。这回刘贤应该是再也没有办法找到我了。后来我总是会陆陆续续的收到刘贤朋友的问候，大多数都是问我他怎么失踪了，发消息也不回，欠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。刘贤的亲戚也在不停的打我电话，一个个叫嚣着我是刘贤的老婆，他找不到人，欠的钱就该我来还。刘贤父母的养老金也被他赔光了，他骂一下子妻血攻心犯的老梗，住进了医院，虽然没有性命之忧，但从此也承认了废人，只能躺在床上有别人照顾，手上的这点钱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我烦不胜烦，直接换了手机号码，图个清静。普通人找不到刘贤，可不意味着高利贷的人找不到他。这些人上辈子追债的手段，我可是真真切切的见识过。别说还钱了，刘贤现在应该忙着逃换保命呢，我也不怕领离婚证的时候刘贤不在，有协议在手，起诉离婚一样可以。接下来我总算了过了断亲近日子，等再次听到刘贤消息的时候，是警察上门的日子。你确定？那之后刘贤再也没联系过你？一通电话，一个信息也没有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确定。而且那之后，我因为老是被人骚扰，所以就换号码了。原号码后来我没有收到信息，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。警察根据我的说法做了笔录。我疑惑地问警官，刘贤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几天前，沈家报警沈乔失踪，我们怀疑是刘贤所为。近期又抓获了一起违法器官交易，还发现了一些女性的尸体碎片，经过 DNA 比对，确认死者是失踪者沈乔，刘贤已成为重大嫌疑人。我心下已经，刘贤居然谋害了沈乔，这一事他没有办法骗保，居然杀了沈乔倒卖他的器官，我一阵恶汗，冒起了丝丝冷汗。如若我没有资料工作摆脱刘贤，说不定此刻发现的尸体就是我了。警官，后续若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警察点点头。正准备离开时，一对中年夫妻冲了过来，走在前面的男人一把揪着我的领子，情绪激动发狂怒后，刘贤那畜生在哪里？他杀我女儿，他杀我女儿，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？快说，那天杀的狗杂种在哪里？警察赶忙把他往后拖，先生您冷静点。沈乔妈妈跟着双眼通红，痛哭流泪，乔乔啊，我的乔乔，你就被这么的丧尽天良的人给害了呀，你让妈以后可怎么活呀？你个贱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跟刘贤离婚？你要是不离婚，我女儿怎么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把钱赔光了都要跟他在一起？都是你，都怪你。沈乔他妈冲过来就想厮打我，被另外一个警察拦住。此时爸妈刚好买完菜回来，护在我面前，干什么这是？你们谁呀？凭什么欺负我闺女？我看着这两个痛苦的老人一言难尽，我理解他们中年失独的痛苦，没有了女儿，杀人犯又没找到，他们一腔恨意没有办法发泄，只能撒到与刘贤有关的我身上，但我又何其无辜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凭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指责？我把爸妈拽到我身后，对着警察说，把他们带走吧，我理解他们的痛苦，
所以刚刚动手的事我就不追究了，但如果还有下次，我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。好，谢谢你的理解，刘贤后续很有可能会再来找你，如果有他的消息，请务必跟我们联系，另外也请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怕他再来对你不利。得到我肯定的回复后，警察带着沈乔父母离开了。爸妈知道刘贤干的时候，一阵后怕。刘贤看着斯斯文文的，怎么也没想到是这种人啊，杀人害命，那可是要判死刑的。他怎么这么丧心病狂啊？我回想着前世被折磨杀害的画面，那股恐惧又真真切切的放上来，他的狰狞的表情仿佛就在我眼前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应该是走投无路了。高利贷催债的手段可是多得很，不然死的就要是他了。人为了活命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妈妈拍拍胸口，还好你跟他离婚了，也换了地方，不然指不定出什么事呢。哎呦，我这心脏还在砰砰跳，那也不能大意呀。爸爸紧接着，刘贤现在还没落网，谁知道他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夏夏？我们女儿的安全必须得有保障，以后她上班都有我们接送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然而即使再怎么防备，也没有办法万无一失。我下午下楼拿外卖的时候，被人从身后用布条我捂住了口鼻，慢慢就晕沉沉失去了意识。这时候大家都在上班，大楼外卖柜又在楼侧被阴处，用辆车一绑，根本无人发现。我实在是没想到，刘贤居然大胆到光天化日就敢行凶。等到我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已经被运到一座废弃的工厂里，手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，无法动弹。刘贤的脸放大在我眼前，他眼周布满的血丝，眼睫旁一道长长的疤眼深，到了嘴角，他拿把刀拍了拍我的侧脸，凉意透进了骨缝。老婆，好久不见啊，有没有想我？我可是想你想的睡不着觉啊。我一阵恍惚，眼前这张脸似乎和前世最后见到的脸重合了起来，都是一样的狰狞可怖，令人恶心。现在最不能做的就是激怒他，我强作镇定，软着语气说，想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当然想你。他却勃然大怒，你放屁！刘贤揪着我的领子，强迫我凑近，他脸上的那道疤离我不过好离，看到我这疤了吗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刀就落我脖子上了。你不给我钱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老公会有这个下场？那狗逼催债的真不是人。他松开我，猛地向后推，我连人带椅子被推到地上，溅起一圈灰尘。还有沈乔那贱人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还让他爸妈天天催债，催，怎么不去阳光那里催？他焦躁的一圈圈踱步，你知道他爸妈说的多难听吗？说我屁都不懂，还学别人炒股，赔了也活该，这辈子活该跟狗一样，是捡垃圾的贱命。还说沈乔眼瞎，怎么看上我这么的烂人？你说我怎么忍的了？我蜷缩着倒在地上，平复刚刚的剧烈咳嗽。要不是我没找到机会，我早就把那老两口宰了，还会让他们骂到现在，老不死的畜生。我建立平和的问，那沈乔呢？沈乔不是，哪怕你欠债也跟着你吗？他应该很爱你，哪怕沈乔干愿迫害别人家庭做小三，我也不愿看见一条生命就此消失。爱我，他跟你一样，满嘴谎话，只会放屁。他爱我怎么不愿意接客，给我还钱？爱我怎么不让他爸妈免了我的欠债？我本来想把他卖到缅北去的，这样还能留一条命。可他偏偏还想逃，贱人！刚好他的配型结果出来了，买家还多加了50万，这不是天意吗？我一阵恶寒，刘贤对沈乔都能如此，他会对我怎么样？他走到墙角处，从包里拿出一堆物品，湿巾、针管之类，再走过来将我扶起，用湿巾擦掉我脸上的灰尘。老婆，说起来这也怪你啊，他用手背摩挲我的侧脸。如果你当时乖乖卖房，我怎么会去外面借这么多钱？如果后面你给钱给我，我又怎么会还不上高利贷，被人追着看？刘贤用温柔的语气说着令人胆寒的话，哪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他也完全不认为是自己错，他丝毫不觉得是自己的盲目投资、过分自信才导致了失败，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周边人的错，没有一丝悔意。他抽出我的手，粗暴的将针管砸到我的血管，开始粗暴的抽血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对你会温柔些的，毕竟你跟我10年呢。说实话，你说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伤心。当时看上沈乔，不过是因为她年轻漂亮，家里还有点小钱，但是她脾气有点大，要论顾家呀，还得是你。我估算了下时间，这座废弃工厂在郊区，离市区起码有1小时的距离，这个时候足够爸妈发现我不见并报警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，以及套出更多信息。你现在做的这些可都是违法的，你难道就不怕被抓吗？刘贤嗤笑一声，怕呀，怎么不怕？所以干了你这票，还完债我就要去越南了，异国他乡的，谁能找得到我？抽完血，他冷地拔出针管，小臂上针口开始鼓鼓冒血。你现在已经是重大嫌疑人了，身份证已经不能用了吧？你怎么出得去？你现在回头自首还能争取减刑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他瞥了我一眼，站起身，别费力气了，追债的人答应我了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我能还上钱，他就能送我走。你也说了，咱们夫妻一场，你肯定不忍心，我就这么被抓吧，对吧？老婆，话音刚落，禁闭的门口出现轻微的脚步声，神情紧绷的刘贤立马察觉到，他绕到我身后，卡住我的脖子，不可置信喃喃道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现在找过来？半晌后，他突然明白什么，证明说，你他妈身上带了定位器。刘贤早就扔掉了我的手机，就是怕我装定位器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我为了防备他，早就把定位器缝在了内衣里，他一日不落网，我一日不得安心。刘贤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。门外警察的声音给了我一剂强心剂，我知道现在已经有狙击手在高处锁定了刘贤，只要他敢妄动，就会直接去见阎王。我忍下喉咙强烈的窒息感，最后劝诫道，刘贤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你杀了人，半夜能睡担心吗？
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你妈还躺在医院呢，你要置之不理吗？他握刀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我没错，我哪有错，错的都是你们，我这样都是你们害的，你们一个个都看不起我，把我尊严放在脚底下踩。面对警察的恐惧彻底淹没了他，虽然刘贤敢杀人，但骨子里面还是个欺软怕硬的懦夫，不敢承担后果的孬种。没有谁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。今天这个局面，就真的没有后悔过吗？我当时劝你的话，你哪怕听进去一句呢？踏踏实实赚钱做人有什么不好？非要去投机取巧，完全不考虑失败的后果。闭嘴，贱女人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刘贤气到癫狂，我开始点火。沈乔爸妈说，没错呀，你生气什么呢？你难道不是天生穷苦命，赔了也活该吗？你丧尽天良，谋财害命，猪狗不如，还学别人炒股，我呸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！我越说越烈，刘贤终于失去理智，高高扬起刀，准备刺向我。我太了解刘贤了，愤怒到极致时，他并不会选择轻飘飘抹脖子的这种手法，而是要用尽全力狂自猛刺，才能消除他心中怒火。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在他扬起手的一瞬间，我猛地低头，然后就是一声枪响，刘贤被击倒在地上，工厂大门被轰然打开，一队穿着特警制服的警察快速冲进来，制服了刘贤。狙击手并没有立刻击毙他，而是打中了他的肩膀。我被快速松了绑，爸妈哭着跑过来，紧紧抱住我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夏夏呀，我的闺女啊，你吓死妈妈了呀，吓死妈妈了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刘贤这个畜生！爸爸过去狠狠踢了一脚，被警察阻止。刘贤躺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，我安抚地拍拍妈妈的后背，没事了呀，没事，你看我这好好的，多亏了警察，我一点都没伤到。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户拦散地洒在地上，在刘贤的手铐上发出耀眼的光。这照杀人案很快就开了庭，由于杀人情节恶劣，刘贤被判处死刑。这一事件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盲目炒股害得家破人亡之事也一件件露出水面。欠下巨额债务的人灰头土脸继续还债，赚得盆满锅满的人兴致昂昂分享致富经验，但网络上更多的是因为这次风波得到教训的人，他们呼吁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智，永远要保留抗风险能力，任何事都要有承担最坏结果的心理准备。身边一个个破产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可总有人不听劝诫，你们懂什么？我这次亏是因为运气不好，我大伯都赚了几百万呢，这种机会是不等人的，辛辛苦苦能赚到几个钱，只要下次我赶上了，我能赚到大部分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就是自己赔了，那是因为没有运气和实力，就来祸害别人说不要炒股，嘴上说的不要投钱，背地里肯定投的比谁都多，鬼才信。诸如此类言论总能是不是看到？我叹了口气，人性总是贪婪，自己没尝到，哭过时永远不会后悔的。和这世间浪漫之处何其多，而我只要过好以后的每一天，就不辜负这种火一时。全文完结。